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正在工厂加班，我妈一通电话打来，就让我收拾收拾回家相亲。我一猜就知道是我那没用的弟弟想要我的彩礼钱娶媳妇了。可惜老娘昨天买彩票中了1000万，以前的苦日子我是再也不想过了。这次我要回去反击，顺便花了20万雇了个退伍军人回家大闹一场。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嘴炮王者，这钱花得值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妈，我不回去相亲了，我有男朋友了。那他彩礼能给多少？你弟弟房子的首付可要20万呢。我看了看银行门口的帅气保安，无奈地说道：“他没钱。”我妈，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回来！没彩礼就想娶你，门都没有！我要了帅气保安的微信，约他下了班见了面，假扮我男朋友跟我回趟老家，给你10万。小姐，我不是干这个的，我是退伍军人，请你尊重我。那好，军人是吧？20万一口价。可以，我立马辞职。见他这么干脆，我当场就打给他1半的钱。他立马感动地拉着我的手，痛哭流涕：“姐，实在太谢谢你了，你是我永远的姐。”我诧异地看着他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是双面人。但第一次被男人拉手，我还是有些羞红了脸，边抽出手边说道：“先别谢。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”我妈催得很急，我只能在路上把我家的基本情况跟她说了。她听了我的故事，在火车上哭得吱哇乱叫：“你也太惨了，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？太过分了！”我满脸黑线看着她，觉得她太夸张了。你到时候去了我家，别这么哭就行，我怕他们连你一起打。她醒醒鼻子，立马止住哭声。我这时还嫌弃他会不会不太 man， 但是之后我觉得他简直 man 爆了。我家在一个18线城市的小村庄里，行李都没带，速战速决。我和石进然到村门口的时，我弟已经在那等着了。来之前他发信息让我给他买苹果14，我没回复，他想当然的以为我肯定会给他买。我弟皮肤黝黑，但是长得很高很壮，毕竟家里的营养都给他了。他旁边还站着一个穿好嫁风套装的女生，我猜这可能就是我那便宜弟弟的未婚妻了。两人正在路口打情骂俏，但看见我身后没有行李，甚至连包都没有背的时候，女生神色明显变得难看许多。看见我们走了过来，女生随即瞪了我一眼，立马甩开我弟的手，愤愤地走开了。我弟没礼貌地对我喊道：“我让你买的苹果手机呢？你怎么回来什么都不带呀？怎么好意思的？”石进然看了我一眼，瞬间了解了我弟的性格。他小声跟我嘀咕道：“要不要我弄断他的胳膊，帮你出口气？”我晃了晃食指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村头那条路上有很多7大姑8大姨，看见我和我弟这么一出戏，免不了对我指指点点的。回来了，也不知道给自己家带点东西，就这么空手回来呀，还带了个男人。江家不是给他说了亲吗？现在人都在他家了，他怎么想的呀？真是个狐狸妹子，在大城市打了几年工，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。父母的话都不听了。我戴着墨镜，面无表情地从他们身边路过，他们开口向我打招呼，我也没理。哟，从城里回来的人，看不起我们乡下人了是吧？看见二姨妈，招呼都不打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在面前乱摸着，对着一片空地说：“呀，对不住啊，二姨妈，我在纺织厂里打工，眼睛受伤了，瞎了一半。没看见你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”他愧疚地连忙说道：“啊，我不知道，对不住啊。”
闺女。石进然识趣地扶着我离开了。我妈在屋外坐着，她对面坐着的还有一位中年妇女，以及一位看不清年纪的男人。我妈一看见我，讥讽道：“哎呦，大白天你戴什么墨镜啊？阿姨，倩倩她在纺织厂打工的时候弄伤了眼睛，现在算半瞎了，不能看见光。”石进然见状，帮我解释道。那位中年妇女看了看我，再看了看石进然，皱起了眉头，连忙就拉起他旁边的男子就要走。徐强，我们走，这门亲就算了。赵姐，你闺女这样了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？真是晦气！我妈一直骂我，你这个赔钱货哦，没有公主命，还得了公主病，以后怎么得了哦？以后谁敢娶你呀？我们什么时候靠你回本啊？石进然对着我妈说道：“她可是你女儿，又不是一头牛，你这么说她，你怎么当妈的呀？孩子受伤了，你担心她卖不出去好价钱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妈回本了吗？”我妈，她又看向那个中年妇女和她儿子，还有你大姐，你看你儿子长得多着急，这么大年纪了还找不到媳妇。你还有脸挑三拣四的？你儿子都是别人挑剩下不要的，你们怎么好意思嫌弃别人？他们所有人的脸色顿时都变得十分难看。我眼神不自在的乱瞟，尴尬的拉了拉石进然，可别把他们骂太狠了，当心狗咬人。我妈率先开口：“好啊，江倩，你带一个野男人回来骂我，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呀？你个白眼狼！”我立马就跪下了，对不起，妈，他不是故意的，我的眼睛是他出钱治疗的，我无以为报，只好跟他在一起。他没有什么文化，希望妈见谅。石进然见状，震惊不已。此举也吸引了村口的七大姑八大姨们，都来我家看热闹。石进然也借势跪下：“是的，阿姨，都是我不对，你不要怪倩倩，她身体不好。”我妈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这下她倒成了不讲道理的恶毒后妈。那个中年妇女开了口：“哟，好一对苦命鸳鸯啊！赵姐，你就成全了他们吧。我看倩倩这样瞎了一半，村里也没人敢要她了。”听着她嚣张的话，我皱起眉头。我爸和我弟就在路对面抽着烟，跟看热闹似的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冲他们喊道：“爸！弟弟还抽着呢，有人都欺负到你们家门口了，看不见吗？”我爸朝我挥了挥手：“你们娘们的事情，我就不掺和了吧。我跟你弟还有事，就先走了，你们聊。”这一举动瞬间引起七大姑八大姨的强烈不满。江倩这闺女真是绿茶，自己和别人吵架，还和爸爸告状，人家也没说什么，她这么生气干嘛？就是脾气还不好，所以命才不好啊。进了屋，我弟和他的女朋友也在。我弟还眉飞色舞的跟他的小女朋友说买什么车子的事情。我烤着火在旁边听了听，祝贺道：“可以呀，江弟有钱了，买得起车了。”他笑容一滞，随即瞪着我说：“什么呢？姐，这不是你的彩礼用来补贴家里吗？妈说要给我娶媳妇用的，那还不是我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吗？”我勾了勾唇，淡淡道：“妈没告诉你，人家没看上我吗？那这位是……”我弟依旧不死心地看着陆锦：“小帅哥，我是你未来姐夫啊！”石进然伸着兰花指说道。江弟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：“姐，你怎么挑了个娘娘腔啊？”石进然这时拿起了窗台上我妈的镜子，用着我的化妆品在那画着呢。我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大家都嫌弃地看着他：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小伙子，长得端端正正的，怎么像个娘们一样啊？”他娇俏地仰了仰下巴，在所有人好奇的注视中，夹着声音说道：“我在酒吧当脱衣舞男，可嗨，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”大家气氛就这样僵持了很久。
看得出来时，竟然已经干坏了他们的 CPU。我很满意，轮到我了。我拔高声音，挥舞着双手，拍着大腿撒泼道：“哎呦，姐也没办法呀，眼睛瞎了，又没钱治病，是你晋然哥给我钱治眼睛，我才捡回了半双眼睛。现在已经是个半瞎子了，我也不嫌弃你晋然哥脏，我们就凑合在一起了。我的命苦啊，太苦了。”江帝目光呆滞地看向石晋然，那彩礼有多少？石晋然：没有彩礼，他还欠我10万。江帝顿时站了起来：怎么可能？治个眼睛而已，怎么会花这么多钱？我就知道他们会怀疑，特地做了医院假发票。石晋然像是看智障一样看着他，从我的包里找出来发票递给他们：诺，自己看看。当时是你们不舍得给他交医保，所以现在没法报销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大家都被数额惊到了，三言两语的指责是晋然说谎骗钱。直到时晋然翻出手机里我和他在酒吧的合照，我在医院蒙着眼睛的手术照，以及我手写的欠条。照片中我的脸和名字赫然在目，他们也不得不信了。卧槽，妈，姐她真的欠了别人钱！我的天，江倩牛逼呀，竟然嫖男人，这下她不是处女了吧？那又怎样？那还不是1分彩礼都拿不到？江帝怎么盖房子娶媳妇啊？这次看老江家怎么出丑吧。我爸给我和石晋然端来了果盘，我随手接了过来。我这次回来是来要钱的，我之前寄给你们的钱，大大小小也有10万了吧？这次人家都追到家门口要债来了，我总不能不还这个钱吧？弟弟的女朋友听到这，一气之下直接跑出去了。江帝和赵慧翠面露狠色地瞪着我，我耸了耸肩，无辜地看着他们。怎么了，爸妈？钱不是说帮我存着吗？这下可以还给我了吧？他们都没说话，还无视我。这时石晋然渐渐地移着板凳凑到我耳边，大声地说着悄悄话：你的钱该不会被你爸妈吞了吧？大家都沉默了，我们僵持不下。临近中午了，我爸出来搅浑水地说道：还是吃完饭再说吧，我去做饭。我妈站出来说道：哪有你做饭的道理？既然倩倩回来了，那就她做饭吧。以前她在家的时候，不是一直她做饭吗？我和石晋然舟车劳顿，此刻都累到不行，都有些不想动。我爸碍着我妈的面子，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哀求地看着我。石晋然拍了拍我，示意我看他：倩倩，你的眼睛还能做饭吗？在家都是我做给你吃的，但是你爸妈……我妈脸色终于缓和点，随便做做就行，不用那么讲究，你又不是全瞎了。好的，我起身摸索着往前走，路上踩到一个包谷盒，直接往前一倒，我手忙着抓住东西，然后把柜子上我奶奶的骨灰还有供着的牌位打倒了。大家都惊声尖叫，嘴里不停地对我咒骂：哎呦，你这个挨千刀的贱人，这可是你奶奶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。我故作愧疚道。但我妈还是没停止对我的谩骂，只有石晋然过来扶起我，查看我有没有事情。接着他咬牙切齿道：我都说了他眼睛不好使了，你们还让他做饭，出了事情还怪他，怎么会有你们这种父母啊？我爸默默地收拾着残局，我妈被激怒了，觉得石晋然伤害了她的自尊和威严，顿时破口大骂了起来：她是我女儿，我想对她怎样就怎样，别以为你跟她睡了就了不起，我们没同意，你们休想结婚，没有彩礼，休想把她娶走，就算是瞎子，我们照样也能把她嫁个好人家。石晋然当即怒了：你们不管她的死活，只关心钱，她都这样了，还想着过年要回来再看看她的父母，你们就这样对待她的？你们知道她在外面过得有多辛苦吗？
赵慧翠理直气壮道：“她是自愿的，我们又没逼她，而且谁家闺女工作了不补贴家里啊？”石进然依旧稳定输出：“我们大老远过来看你，舟车劳顿，还没坐下好好休息过，你们竟然还让一个眼睛受伤的人给你们做饭，做顿饭怎么了？”赵慧翠白了他一眼，提高音量：“他小的时候还是我一口一口喂大，现在长大了，做顿饭孝顺父母也不行了，还指使你一个外人来欺负我们老两口，我不活了我！”哎呦喂！他们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家门口也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。我妈又拿出那哭天喊地的戏码，在地上撒泼打滚。姜广见我妈吃瘪，忙走过来指责我：“她毕竟是你妈，姜倩，你也不能这么说你妈呀！”我什么都没说呀，爸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妈具体在哪个位置。妈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向着空气连连鞠躬，大家都沉默了。你男朋友的话也相当于你的话呀，毕竟他是外人。你们这样在这么多人面前伤你妈的心多不合适啊！听到我爸的话，石进然乐了，顿时大声说道：“我和姜倩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我们顶多算性伴侣。我这次跟他回来，是他说回来就有钱还我的。我们现在应该算是欠债人和收债人的关系。”围观的吃瓜群众也炸开锅了。姜倩牛逼呀！出去一趟竟然被白嫖，他还要不要脸呢？人家男的都不承认他是女朋友，现在眼睛也没用了，还被人白睡了，还欠人家钱。姜家门风真是牛逼呀！姜弟还搞大过别人的肚子呢。我爸脸都涨红了，是他欠的钱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寄回来的那些钱我们早就花了，寄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家的了，那有要回去的道理。爸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我装作慌了的样子，我不还钱，他会打死我的。他还兼职放高利贷，怎么办呢？爸，石进然打量着我。对呀，既然你们还不起钱，我就只能把你女儿卖了。别看她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。姜广气急了：“你这是犯法的，你信不信我们去警局告你？”石进然翻了个白眼：“去呀，看被抓的是谁，欠条也有，录音也有，转账凭证也有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”赵慧翠见此场景，就自己速速地去厨房干活去了。我弟则躲到一旁打起了游戏。过了半个小时，饭菜被端上了桌，我和石进然也饿了，正准备拿碗盛饭时，赵慧翠说道：“我没有做你们两个的饭，姜倩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有本事自己去卖，换钱吃饭，别在我家丢人显眼。”我气得手都在抖，从来不知道我的亲生母亲说话可以如此恶毒。这时门外出现了一道声音，打乱了我的情绪：“请问石进然先生在吗？我是邮政快递，你的快递到了。”石进然欢喜地去接快递，终于到了，饿死我了。他一打开，里面竟然是自热火锅、自热米饭，甚至还有各种零食饮料。石进然对我眨了下眼。我记得在火车上好像跟他说过，我妈有可能不让我们吃饭。他还问了我家的地址，原来是想寄吃的回来呀，太机智了。我爸妈看着我们一脸懵逼，我弟看着那一箱零食饮料，眼睛都放光了，感觉手里的饭突然不香了。饶是如此，石进然还非要炫耀地说：“自热火锅就是香啊！”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的，还能闻到火锅的味道。石进然从家里搬了一张小桌子出来，就在门口开吃了。自热火锅和自热米饭一样一样的占满了小桌子，米饭、炒菜、火锅、饮料应有尽有。打开盖子，诱人的香气顿时散发出去。赵慧翠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，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一手。
他觉得自己被打脸了，瞪大眼对我们骂道：“丢人显眼，奸夫淫妇！”石进然的嘴忙个不停，一边吃着滚烫的火锅，一边大声回嘴：“怎么了？我们大老远来，你不让我们吃饭，还不允许我们吃自己带的吃的呀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坏呢？各位父老乡亲评评理呀！你们看他这人是不是太坏了？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管不顾，我好心照顾他女儿，反倒来怪我。你们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”群众的风评一头倒向他，他嗓门大，听他的。对呀，江家也太过分了吧！人家大老远来，竟然还让人家吃自己带的食物，饭都不给一口，太过分了！以后谁还敢嫁给这家呀？有这么个恶婆婆？是啊是啊，亲生女儿生了病也不管不顾，人家一个外人还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呢。对呀对呀，太过分了！赵慧翠无语凝噎。你们好啊，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？江帝、抄家伙把他们赶出村口，我猛喝一口饮料，有陆锦在，我根本不怕。这时我听见我弟咽了咽口水，没想到我弟过来，十分拘谨地问石进然：“姐夫，我能吃一盒吗？家里的饭都吃腻了，看起来好香啊！”我看着他那个样子，突然想起了他小时候，于是招呼着他过来一起吃点吧。江帝感动地看着我：“可以吗？姐，当然可以啦，搬个板凳过来坐吧。”直到最后，甚至连旁观的群众都从自己家带来了食物，和我们一起分享着吃。赵慧翠和江广眼看着自己家门口摆起了宴席，他们脸难看得像是吃了苍蝇一样，阴气沉沉地盯着我们。终于，他们忍无可忍地摔了筷子。江倩，你别太过分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他们却叫了我的名字，压根不敢提石进然。他们果然还是喜欢欺软怕硬啊！要是搁以前，早就操起家伙动手打我了吧？石进然啧了啧嘴：“江倩怎么了？人家动都没动，都是我干的。你说他干嘛？有什么冲我来？”众人都被石进然的霸气侧漏惊住了。我眼冒金光地看着他，这钱花得值啊！赵慧翠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这是我家的事情，跟你一个外人没有关系，少管闲事。”石进然对着他嘲讽地鼓起了掌：“死皮赖脸，说的就是你吧？跟我没关系，你们不还我的钱，他现在就是我的人了。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我的人只有我能欺负，你们动他一个试试看。”江帝闻言，忙放下筷子，忙不迭想按住石进然的手：“姐夫，你消消气，我骂他就是心眼坏。哦不，他就是嘴巴坏一点，心眼还是好的。”石进然瞟了他一眼，一伸手就把他甩开了。我弟这个体格跟石进然比差远了，真动起手来，他只能算个炮灰。赵慧翠气得捂住胸口，在那无病呻吟。我爸上前来教育我：“江倩，你妈也是为了这个家考虑啊，你记得那些钱都拿去补贴给你弟弟了，毕竟我们这个家还是要靠他传宗接代呀，我们老江家不能就断在他这里呀。”我听到这气不打一处来。那我呢？你们生我就是为了让我当奴隶、当仆人的吗？我长这么大，你们哪怕有一天对我好过吗？我生病，你们来看过我吗？我的家长会你们来过一次吗？你们甚至撕了我的录取通知书，我就活该被你们这么对待吗？听我数落他们的罪状，我爸绷不住了，直接撕破脸：“好啊，江倩，你翅膀硬了呀，还敢来教训数落父母？我们生了你，我们想怎样对你就怎样对你。你以为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？就算我们把你卖了，你也没资格说我们。”听到这，我窒息了，顿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倒是石进然定定地看着他，条理清晰地说道：“对呀，你们现在的确是把他卖了呀。从今天开始，江倩跟你们江家没有半毛钱关系，想要回他
就拿10万块来赎。赵慧翠生气地上了楼，动静还不小。没想到我爸却突然凑了过来，还不要脸地跟石进然商量道：“你看我们家谢倩长得也不错，虽然眼睛不好了，但她从小成绩就不错，还考上了名牌大学。你看是不是还能再给我们5万块钱呢？”“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”我喊出声来。没想到我爸竟然当众讨论我的价钱。“江倩，你也别怪我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当初也是实在养不活你妹妹，才把她送走。你们2姐妹就当报答父母吧，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呀。我和你妈也老了，以后还要靠你养老呢。”“江倩，别想了，你们一家太贪得无厌了，你们简直就是吸血鬼！”石进然痛骂道，被我爸的话再次惊到了。“什么？你们不是说妹妹死了吗？你们竟然把她卖了，就为了你那个没出息的儿子！”我炸了。围观的群众竟然还都帮他们说话。以前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还跟父母计较这些干嘛呀？是啊，谁家没送走过孩子啊？说不定你小妹现在过得很好呢。我愤愤地看着那些围观群众，转头问我弟：“你真的心安理得吗？花着你父母卖姐姐卖妹妹的钱？”“江弟，你就是个畜生！”我弟表情很难看。“我也不想的，是爸妈非要给我的。你们给我说清楚，把我妹妹送到哪里去了？”我怒吼道。现在想杀人的心都有了，知道这个干嘛呀？你自己都这样了，你还能去看她不成？我们也是为了她好，不然留在我们这个家也迟早会饿死她的。我爸无所谓道。我气得手都在抖，想上去跟他们拼命。石进然拦住了我。江广和江帝把我们赶了出来，还把石进然寄回来的食物吞了。一路上我都像是被人抽干了力气，没再说话，任由石进然扶着我走。我们住进了村里的农家乐。为了安全，我和石进然住进了一间小屋。我哭着跟石进然说：“我们一定要把妹妹找到，江家那群畜生简直猪狗不如。”石进然叹了口气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安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她的。”农家乐的阿姨特别热情，还给我们做了免费的饭菜，但是我们中午吃得太饱，都没动。反倒是石进然很有爱的把饭菜都喂给了外面散养的鸡。阿姨过来收盘子的时候，看见我们光盘了，很是高兴。我睡床，石进然睡地板。到了深夜的时候，石进然在床边拍醒我：“嘘，别说话，外面好像有人。”只听见那个阿姨的声音：“快来，他们就住这屋。”放心吧，我吓得要劲可大了。他们现在肯定睡死过去了。听到这，我也不傻，急忙打开手机录音功能。那就好，拿不到彩礼钱，把那死闺女拿去卖了器官也好啊。你都没看见她白天怎么说我们的，真是不给她点颜色看看，她就不知道我的厉害。那是我妈的声音。那个男的怎么处理？先别管他，把江倩拖出来就行了。至于男的，第2天把他赶走。外来人处理起来太麻烦了。江倩毕竟是亲闺女，她失踪了，我们不去报案，也就没人管。我害怕的手抖起来。石进然安慰地拍了拍我肩，低声在我耳边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这架势，纵使是进然再厉害，可能也没办法斗得过他们。”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个年轻女生的声音传来：“妈，你在这干嘛？爸喝多了，到处找你呢。”那个阿姨好像很害怕她老公一样，声音都抖了起来：“啊，我跟你赵姨说点事呢，我现在就走，马上走。”“哎，我女儿怎么办？”我妈不死心道：“先走吧，等那老赵头来了，喝醉了又要打我。我上次的伤还没好呢，下次再说吧。”那个阿姨拉着我妈飞快地逃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我们屋的门被打开了，石进然已经做好了扑上去的准备。
没想到门开了后，那个女生对我们低声说道：“你们有危险，快点，我带你们离开。”我们从农家乐的后门一路跑到了村口，我正要感谢她，没想到这时她却给我们跪下了：“求你了，姐姐，你能不能带我走？我妈她逼我卖。”女生哭哭啼啼地说：“什么？”我震惊了，这村子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的肮脏事情？我把她扶了起来：“别哭，慢慢说，姐姐帮你做主。”我让石进然去远处放哨，得知了事情的由来。原来女孩曾经被我弟弟强奸过，还怀孕，最后流产了。他妈觉得她嫁不出去了，然后就逼她在农家乐接客，太过分了！他们怎么能这样？操他妈的，都什么人啊！我气得直拍大腿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。我拍拍她的背，安慰着。我们把赵云送到了城里，在我朋友家安置了起来，然后又借他家的车，天还没亮就返回我家。到我家后，他们正在吃早饭。赵慧翠看见我们很惊讶，她应该从农家乐老板那知道我们跑了的事情，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道：“你还知道回来了？嫁出去的人就是泼出去的水，你回来干嘛呀？”我回来干嘛？你不是最清楚吗？昨晚不是还来看我的吗？我立马放出一段录音。赵慧翠听到她的声音，顿时吓得筷子都掉了。如果我把这段录音交给警察，你会坐牢的。我淡定地说道。江弟，赶快抓住你姐！我妈惊慌地指使我弟，看来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。我弟立马凶狠起来，过来就要对我动手，可惜他还没到我跟前，就被石进然捏住手腕，疼得他嗷嗷直叫，痛痛，放手！我扬手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，痛就对了，更痛的还在后头呢。我让石进然把我妈和我弟绑了，绑严实了，嘴也捂住了，然后武力逼问我爸说出我妹妹的地址。妹妹今年算下来才16岁，据说是卖给那户人家做童养媳的。可是那户人家的儿子很有出息，考上大学了，对妹妹也很好。我去的时候，妹妹还依稀记得我。现在过年，他家的儿子也回来了，陈家夫妻去了城里谈事情，只有陈宇文和江瑶在。陈宇文像看仇人似的看着我们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肯定是觉得当初我爸妈把他卖了，现在来世又要厚着脸皮来把他要回去。我犹豫道：“瑶瑶，还记得我吗？是姐姐啊。”江瑶躲在陈宇文的身后，不敢出来和我们说话。陈宇文嗑着瓜子说道：“你们来干嘛呀？有何贵干？我只是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，对不起，都是姐姐不好。当年爸妈骗我说你生病死了，我现在只是过来看看你。姐姐之后要嫁去很远的地方了，以后都不会回来了。”什么？妹妹气愤道：“妈不是说把我送走，好换点钱给你交大学学费吗？姐姐，你怎么现在不上学了？我记得你成绩很好的呀。”江广，他就是这样骗你的，他还骗了我。江瑶不可置信地愤怒道：“和陈家父母打电话商量后，他们愿意让妹妹跟我一起生活，毕竟家里也不缺钱，平时大家都把她当成自己孩子一样，还表示如果妹妹想回来，随时欢迎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给他们转了10万块，以表感谢。”回我家的路上，石进然就已经报了警，说明了农家乐和我家的情况。农家乐两夫妻强迫自己女儿卖淫，我妈准备卖掉我的器官，我爸卖掉了自己的小女儿。现在警察应该已经去了农家乐和江家。果然，没多久，石进然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说人已经抓到，也提取了证据，让我们去趟派出所录笔录。到了派出所，我爸妈、我弟弟都在，我爸还向我求情：“倩倩，之前都是爸妈不对，你不要怪我们，
我们毕竟是你亲生父母。江瑶看见他们，害怕地躲在我身后，石进然挡在我们前面，还亲生父母？你们卖女求荣，你们简直是畜生，猪狗不如的东西！指着他们痛骂。要不是在警局，他可能就动手了。姐姐，救我！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今年还打算结婚呢。江弟哭着求我。江弟，你强奸了赵云是吗？我冷冷地说道，面无表情。我弟已经被我爸妈惯得不像个正常人了。你从哪听来的？他瞬间慌了，我扇了他一巴掌。你他妈是人吗？江弟，你还结婚？你他妈想祸害谁呢？我环视了他们三个，指着他们说道，我非让你们牢底坐穿不可。我妈听到这，又开始她那套哭天喊地的撒泼。被警察小姐姐呵斥一声，喊什么呢？这里是警局，不是你家。她立马住嘴了，那欺软怕硬的德行还是没变。有了录音和农家乐里残留的证据，赵慧翠也被以谋杀罪和贩卖人口罪判刑。赵云父母也因强迫妇女卖淫等罪名被抓了起来，农家乐也被查封了。我爸和我弟由于时间久了，有些线索没办法追究，所以只是被关在拘留所。我花了重金100万打官司，扬言让律师务必把他们送进大牢。一时间，我的事件在网络上爆火，也登上了新闻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。在这件事情的关注和持续热度下，我选择开了家安保公司，主打退伍军人保镖，专门为女性服务的，特别是跟我一样，家里重男轻女，要卖女儿给儿子买车买房的。我的团队越发强大，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以及有过类似经历的女生加入我们团队。我们还成立了女性律师等专门保障和维护女性合法权益的团队。事情结束后，我和石进然又约在了那家最初见面的咖啡馆。我给了他一张卡，里面是20万，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让你看笑话了。要是这次过年没有你陪我回家的话，我可能就回不来了。我尴尬道，别说这些，我好歹也是个军人，保护弱小应该的，只是苦了你了。以前的日子很难过吧？石进然倒是依旧落落大方。我眼眶湿润了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些。还好，现在妹妹也找到了。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。之前我爸妈骗我说她死了，现在都好了起来了。这一切都多亏了你。这张银行卡你收下吧，这是你应该的。我把卡往他那边推了推，石进然看了一眼卡，随即把银行卡拿了过来，放在咖啡杯旁边。对了，我开了家公司，你以后要是有空，可以来这坐坐。我突然想起来什么，然后从包里抽出名片递给了他。我知道，在网上看见了，利益挺棒的，公司现在发展得很好吧？石进然笑了笑，是啊，所以你要不要继续为我工作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试探性地问道。这时，他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对面是一个女生，听起来声音很甜美。他说了声抱歉，就站起身走开接电话了。我突然感觉有些失落，毕竟他也看了我家这么多不好的事情，肯定很介意吧。我看向他一口都没喝过的咖啡，下面好像还垫着什么东西，是那张银行卡。顿时心里一阵钝痛，我全家进局子了，我都没这么难过。之后我们公司很火，但也在网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声音，很多男网友说我们公司教坏了他们的女儿、老婆还有妈妈，舆论爆发了起来，几乎每天都有蒙面男子来公司打砸捣乱，警察都抓了好几拨人来，还是阻止不了他们。一时间，公司业务量减少，保镖也都纷纷辞职，我的钱都花光了，公司也快处于倒闭的状态。
我在公司和妹妹收拾着遍地的狼藉时，有人敲了敲只剩一边的门，门都不见了，就别敲了。石进然，我没好气地说道，随即看了来人，愣住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惊喜道，就想着过来看看，你们还好吧？他有些紧张地说道。进然哥，快别说了，那些男的真不是好东西，自己压榨自己的老婆和女儿，现在反倒怪我们，真是气死了。我妹江瑶愤愤地跟他打抱不平。这样啊，那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我有很多退伍的军人朋友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你这边现在缺人的话，我可以让他们来帮忙。他笑了下，我们都快破产了。进然哥，你没看见我们公司吗？我们根本请不起人，现在就只剩我们2个了。江瑶愁眉苦脸的，我拉了拉江瑶，让她住嘴。进然，你怎么来了？吃饭了吗？等我们下班一起吃个饭吧。我转移话题，姐，咱们还有班可上吗？下不下还不都一样吗？江瑶继续吐槽个没完。我瞪了瞪江瑶，我过来谈项目的。她淡淡的说道，现在出息了呀，石总，真好。我眼睛亮了起来，是的，所以江小姐，贵公司现在方便接受投资吗？她看着我的眼睛，认真的说道，什么？你要投资我们？我惊讶。是的。他轻轻吸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别开玩笑了，你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我皱了皱眉。他该不会抢银行了吧？1000万够吗？他边说边给我递了张名片。石氏银行经理石进然，这银行还挺绕口。你不是在银行当保安吗？怎么变经理了？我吃惊地看着他。那是我家的银行，父母让我从基层做起，所以他解释道。你家的基层是保安？我好奇。我还干过保洁，但是拖地没拖干净，滑倒了很多人，所以他们觉得让我当保安更安全一点，还好没让我当石狮子。他幽默道。我抿了抿嘴，憋住笑。可是我们公司要倒闭了呀，而且我们公司也没有资格接受投资吧？随即我皱眉，那以女朋友的资格接受怎么样？姐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江瑶见状，立马开溜。你认真的吗？我心口一滞，脸上莫名蔓延出一股燥热。当然，我说过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你还没付我尾款，所以我们的契约依旧有效。他理所当然的回复，我付了的，你没要，哪有收女朋友钱的道理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